OK， 講到 Cheras， 你第一個印象是什麼呢？難道又是塞車？再不然就是很多大媽，還是這裡有很多美食呢 ？OK， 其實我覺得有部分的人都不知道啦。其實 Cheras 是非常的大的，而且它是被一條隱形的線分成了兩個世界，那就是 Cheras KL， 還有 Cheras Selangor。雖然這兩個地方的名字都是叫 Cheras， 但是它的房產行情啊，它的投資邏輯啊，甚至它的居住環境，它針對的人口族群都是相當不一樣，可以講是兩碼事來的。所以在這支影片裡面呢，可以講是 Part 1啊，還是 Part 1罷了。我會先聊一聊距離吉隆坡市中心最靠近、最邊緣的，也是最多人先關注的 Cheras KL。如果你想要知道 Cheras KL 的 condo 啊，為什麼有些它的租金那麼的高，有些卻不怎麼漲價的，又或者是如果想要知道哪裡一個 office 是最搶手的，記得把這支影片看到完。那如果你還沒有 subscribe 這個 YouTube channel 的話呢，記得點擊這個 subscribe 的 button， 訂閱我的頻道。我們馬上進入正題了。OK， 我們先給大家科普一點點的歷史啦，不然等一下你會看到蒙查查。其實，在1974年之前呢，整個 Cheras 都是屬於雪蘭莪州的。但是在1974年的2月1號，這個日期很重要啊，吉隆坡正式成為聯邦直轄區，所以就有 KL 咯，就把 Cheras 的這一部分割了過去，這就形成了今天的 Cheras KL。要知道這一個割的動作很重要，因為 VDB KL 管轄的 Cheras KL， 它的定位就是城市的延伸，它是 KL 市中心最近的地段，也是最早被開發的，所以你會發現到啊。這裡其實現在沒有什麼空地，幾乎都塞得滿滿了。這種成熟度就是 Cheras KL 房產最值錢的地方。OK， 我們先來聊一聊大家都喜歡的 landed properties 啦。老實講一句啦，在 Cheras KL 找新的 landed property project 不是講沒有，它是一件非常難的事情，因為第一沒有了嘛。就好像現在我的所在位置達曼米達，又或者是達曼口那這些地方哦，基本上這邊都是20-30年，甚至去到40-50年的老區了。OK， 我們來看一看比較實際的數據啦。我們拿阿蘭達麥這個地方，阿蘭達麥的 leasehold property， 那 leasehold 排屋哦，基本上它的平均價錢都是成交在860千左右，而 freehold 的達曼米達哦，850千左右。所以你看證明了什麼？即使屋齡再舊都好啊，只要它還是在 KL 的地址。地點夠旺，它的價錢就在那裡了。OK， 而且它的成交量也是很驚人。我們拿回阿蘭達麥這個地方來講啦，在去年一整年的成交量哦，竟然超過30宗。一年超過30宗什麼概念呢嘛？一個月大概2到3間。所以在這種很成熟的地段來講，已經是一個很活躍的成交量了的了。OK， 所以在 Cheras 的 KL， 在 Cheras KL 的 landed properties 啊，可以講是定型了的，不會再有什麼大型的新發展項目。就算是有新的 landed property project 都好啦，相信我，物以稀為貴嘛，它的價錢肯定非常昂貴的。來到大家最關心的，也是爭議最多的公寓啦。很多人會跟我講哦，Vincent 啊 ，Cheras 的 condo 太多了啦。你看阿 Big 的數據。KL 是全馬 overhang 最高的地區耶，沒有錯，數據是對的。但我覺得有很多投資者看漏了一點啊，那就是兩極化。在 Cheras KL 啊，不是所有的 condo 都滯銷的。我們看看數據說話啊。OK， 舉個例子，比如靠近馬路瑞 MRT 的 M Merdeka， 在短1年內啊，就是2023到2024年啊，它錄得了驚人的206宗交易，你知道嗎？你知道這個是什麼概念嗎？它的成交量啊是其他普通的項目4倍以上。我們再看看Sunway Velocity 的 Residence 的 unit 啊，2011年推出的時候大概是800塊一方尺，現在後續階段已經去到1200塊一方尺左右，年均漲幅是很漂亮的。這告訴我們要避開什麼呢？那些舊的啊，沒有 MRT 連接的公寓啊，確實面臨滯銷的風險，但像那一些 M Merdeka 這種就在 MRT 旁邊的，又或者是 Velocity 這種 TOD 項目，他們的需求量是非常高的。現在呢，其實有很多租客都很急，很多甚至在 TRX 上班的專業人士啊，他們不要塞車嘛，他們只是要 MRT 一站就到底了。所以這些就是投資的邏輯咯，投資者首選的邏輯咯，就是跟着 MRT 走，租金不用愁。其實除了這個 M Merdeka 啊、Sunway Velocity 這一些有超高的租金回報的MRT 附近的樓盤哦，其實
還有其他的，比如說在康樂這一帶 ，OK， 我最熟悉的啦，比如說 Eco Cheras 啊，再來什麼 Ester Cheras 啊，這些哦，就是都是可以講是在 Cheras 比較 central 的 region， 然後也是有超高的，也是我覺得是很理想、非常理想的這個租金回報的。原因是什麼呢？因為這個 Cheras Central 這一帶啊，不是那個 Cheras Central Mall 啊，就是 Leisure Mall 那一帶啊，也是很成熟發展完了的。是很 pure 的一個住宅區，但是最近呢，也是因為 UCSI 那一邊開始很多外國學生進來，加上他們又有 international school， 所以在那一邊的 demographic 哦，也是在這幾年也是有一點點改變。這個是我自己親身看到的 ，which is 除了有很多外國大學生來這一邊找房子租，也是有來了很多那些陪讀家庭，所以變成在那一邊附近的公寓啊，它的需求量是很高。尤其是我講，比如說 Majestic Maxim 這一種 condo， 當初我們入手的價錢非常低的，我覺得是很低了。然後現在的租金哦，它不會輸給其他，比如說 Ester Cheras 啊，還是 Eco Cheras 啊這種類型的 condo 了。在那一邊哦，你2房啊，如果你給 fully furnished 的話了，都有1800塊左右的。如果你3房的話，2000到2300，所以它的回報率是肯定是在5%左右的。OK， 這個是我可以跟大家分享的啦。為什麼會有那麼高的回報率？因為除了有這一些大學生有陪讀家庭，當然啦，那一個 condo 本身，那一個項目本身，它除了有靠近 MRT 站，不能夠說完全連接，它本身的概念也是很完善，已經有很完善的生活機能的設施，比如說它一下來樓下就有商店、有超市、有餐廳等等，所以變成我是租客的話，我肯定首選那一些方便的地方來住先的咯。呀，所以這個是我想帶出的信息啦。OK， 講完住的呢，我們就來講做生意的。Cheras KL 這幾年的商業模式啊，都有挺大的變化，在租金還有售價上都體現到淋漓盡致的。以前啊，我們講這種 Cheras Business Center 這種老款的 shop office 啊，如果現在的價錢呢是大概平均啊315塊 per square feet， 也就是說一間 office 哦，它大概200千左右就可以買到了的。但是啊，在Sunway Velocity 這種 corporate office tower 啊，它的成交價中位數已經是去到1000塊1方尺或以上了。你看價錢差了3倍嘞，但是為什麼還會有人要買呢？原因很簡單，因為在 Cheras 啊這種 corporate office tower 啊是稀缺性，是很稀缺的。我們算得到的。自從Sunway Velocity、Eco Cheras 還有這一個 Mutiara Central 出現了過後哦，基本上是有老闆願意付更加高的價錢搬進來做他們的 office。原因很簡單，因為形象又好，然後有保安，甚至啊還有 MRT 連接，方便他們的員工上下班呀。所以雖然這種舊款的 shop office 價錢便宜，但是在租金回報、他們的升值潛力，現在這種新版的 office tower 啊才是當紅的榨汁機。至於商店啊，不管是 KL 還是斯蘭哦，以我的觀察啦，只要這一個商圈是被大量的住宅區包圍着啊，它一定是旺了的。所以在 Cheras KL 基本上啊，它就是不缺商家，只缺好的店面而已。OK， 我們總結一下 Cheras KL 的重點數據啊。我們先講 landed 均價850千左右，穩中帶升。那 condo 的話呢，只要是靠近 MRT 站，成交量可以達到超過200宗一年啊，流動性非常的強。如果是 office 的話，這些 corporate office tower 的單價雖然是高，但是供不應求。那如果你覺得 Cheras KL 門檻有一點點高，又或者是你想要更加大一點的空間，那種一家人住到舒舒服服生活環境的話呢，你一定要往下看下一集。下一集呢，我會帶大家去看 Cheras Selangor。那邊哦，有一個排屋20年翻了超過2-3倍的傳奇故事，還有一個租金回報超高的神盤3圈。我是Vincent Lai，如果你對 Cheras 房產有任何疑問，或者是想要 list 你的單位要出售的話，歡迎隨時聯繫我，我們下一集見。